今天大帅给大家分享 RSI 系统，这个是大帅自己编写的一个 TradingView 指标。接下来的话呢，大帅也会把它的链接发出来，大家可以到 TradingView 上直接使用这个指标。这个指标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是在原本 RSI 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修改，来帮助判断一下市场的一个强度。在参数里面呢，大家可以像原先的 RSI 一样设置各种基本参数，但这个基本参数呢，主要是影响这个黄线的变化，对这个绿线的变化呢，并没有什么影响。使用上来说呢，这个逻辑很简单。RSI 系统呢，大帅建议大家可以结合大帅的 MACD 优化，或者主图一些别的趋势型指标来一起使用。这样的话呢，可以更好的判断买点和卖点。大帅 RSI 系统在这里主要是做一个短线的变化，长线趋势不拿它来判断。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例如在上涨的过程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帅 MACD 优化金叉，然后绿柱往上一直走上涨的这种状态。那么在这个状态里，什么是小波段的买点，什么是小波段的强度，就要用到我们的 RSI 系统了。好，然后感谢大家订阅大帅的频道，大帅也会给大家持续分享大帅自己编写的一个优秀干货内容。好，首先来讲一下大帅 RSI 系统，黄线在这里面代表一个小趋势的变化以及一个小趋势的强度。当黄线呢处于上面的时候，强度是较强的。然后当黄线由下往上涨的时候，代表趋势是往上的。大家可以结合行情来判断一下。但是大家在这里注意一下，大帅 RSI 系统的黄线只是小趋势，并不是大趋势。大趋势的话呢，大家可以用大帅 MACD 优化呀来判断，十分的精准。大趋势也会给你反映的很明确。那么大帅 RSI 系统的核心是什么？核心是在小趋势加上买卖点的判断，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需要使用的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当趋势往上涨的时候，你用大帅 MACD 优化，你只能知道趋势是往上的，但你不知道买卖点在哪里。那么买卖点在哪里呢？在 RSI 系统黄线在蓝色区域之下，同时绿线在黄线之下的位置，就是一个买的区域。尤其是当黄线已经转身往上的时候，我们要额外注意。像这种区域就是我们的一个超跌区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大趋势还在绿轴之上，还在往上走，小趋势绿线已经跌到了黄线之下，同时呢黄线走平或者企稳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买点啊。我们可以往前看啊，也是一样，但是一定要选行情企稳的时候啊，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一个上涨趋势，你不要选下跌趋势啊。下跌趋势它这个位置的稳度就有待确认了啊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，对吧？它其实还是在一个下跌趋势，这个绿线也在黄线之下，对吧？但是它的这个强度呢，就是持续的下跌比较弱啊。我们要选择什么？我们要选择在上涨趋势，或者说在上涨的一个阶段，它都是很强的啊。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边，大帅 MACD 优化全部是一个上涨的阶段，尤其是一个绿柱的阶段。这个大家可以看我前面讲这个大帅 MACD 优化的视频，绿柱的阶段其实就是一个企稳的阶段，在这个阶段里你来做成功率会高不少。然后在这个阶段里呢，底部怎么找呢？我们来找这个绿线在黄线之下这个位置啊，这边绿线在黄线之下这个位置，这边绿线在黄线之下这个位置啊，包括这边绿线在黄线之下这几个位置啊，大家可以看一看是不是都是阶段性的一个底部啊，对吧？基本上都不会有效的跌穿这一点，而是说就算要往下，接下来会先涨一波，先涨一波，先涨一波，先涨一波啊，这个就是很好用的一点。好，这个是底部以及底部区域的判断，而且大家在做底部的时候啊，要注意一个底部的一个强度。
什么是强度呢？就是 RSI 系统一旦上穿，它的强度一定要够啊。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，例如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这种底部你购买了，在黄线之下你购买了，那么一旦发出第一个上穿信号，它的强度一定要够。例如这里发生上穿信号了，它一定要是往上涨的，对，这个位置要成为阶段性的低点。我这么说大家应该就可以明白了吧。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，因为这个信号内容比较复杂比较多，请这个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的听大帅讲清楚啊，干货就在这个里面，这个里面有很多细微的东西和使用方法，请朋友们耐心听啊。刚才给大家说了，在这种位置，这种底部位置你买，然后你买完以后就会出现一种问题，对吧？买完以后，底部买完它上穿了，例如这里在这根线上穿了，包括这里，对吧？买完以后在这根线上穿了，包括这里买完以后在这根线上穿了啊，然后第二次上穿是在这个位置啊，大家要注意，上穿以后绝对不能低于上穿的这个位置了啊，一旦低于上穿的位置你就得走了。你可以重新买入，但你一定要走啊！我举个实际的交易例子啊。例如，首先刚才给大家分享，在判断过程中，我们先用大帅 MACD 优化判断趋势是往上的。好，我们决定开始做多，然后开始做多呢，我们会发现这里满足我们的一个要求，我在这里开始做多了，对吧？就是这根线开始做多，做完多以后呢，第二天往上涨了，我放大一下。我在这根线做多，然后或者在前几根都行啊。第二天往上涨了，就是这根线绿线第一次上穿到黄线之上，那么这根线的底部就是我这一轮多的一个止损点。大帅这样说大家就可以听懂了吧？就是不管怎么说，它不能低于这根线的底部。一会儿会给大家讲高点，我们先讲止损点。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保证你有足够的一个利润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段也是，例如我在这个过程中又买了，还是这个位置，对吧？在下面，黄线在下面，绿线在下面，我在这里买啊，不管在这里还是前一根也好，一定要在这个蓝色区域之下啊，大家注意一下，一定要在这一块蓝色区域之下。买完之后，第二天它上穿了，那么上穿的这根线的底部就是我这一轮行情的一个止损位，你不要跌穿这个点。跌穿这个点我就要走了。然后止盈的话呢，一会儿大帅会给大家分享啊。我们再来看一段，然后下一段行情，同时绿柱还是在上面的，虽然它是往下走的，进行一个震荡的趋势，但大帅给大家分享过，只要 MACD 优化是绿线都可以做。那么我在这个位置，对吧？底部我在这里或这里买了，然后上穿成功是在哪根线呢？是在这根线。那么这根线的底部就是我的止损位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根线之后震第二天，对吧？跌穿这根线了，那么这根线我就得走，对吧？跌穿这个底部的位置我就得走，然后走了之后呢，它又金叉了啊，我可以再买进去，然后买进去之后呢，这根线的底部就是我的止损位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对吧？有的时候它会反复，但它不会反复很多次啊。大家自己你可以试一试看一看，而且能反复一次都很难了。基本上有的时候甚至反复，它趋势也是往上走的，所以这点大家不用担心。继续往上涨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来看看这边也是一样的，这边因为我在这里，对吧？在这几个底部开始吸筹。然后上穿这根线的第一天，这根线它的底部就是我的一个止损位，对吧？除非它跌穿，不然我就只等止盈位走啊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胜率是很高的啊。然后大家自己呢可以来试一试啊，你也可以结合不同的趋势，对吧？包括这边也是一样，其实你一看都是很精准的。你在这里买入，对吧？然后上穿第一根线，底部就是你的止损位。包括你在这边买入上穿第一根线，底部就是你的止损位，对吧？从这根线底部连起来，这根线
啊，你会发现都是很精准，够你把波段吃完。然后当大帅 MACD 处于红色区间呢，就稍微注意一下啊，这种位置就不要乱做了。或者说你可以做空，但是不要做多。好，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个买点和止损的方法，大家一定要学会。然后你自己呢，可以结合行情，对吧？不管是这个加密货币、股市、期货，你自己来结合看一看，都是很精准的。然后接下来呢，给大家讲强度判断和止盈位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上面呢，大帅 IS 系统经常会发一个小尖尖上去，那么这个小尖尖是提示你什么？是提示你强度变强。当它频繁发出小尖尖的时候，尤其是这种一直往上走，这种是最强的，就是它不回落，一直往上走，这种是进入最强的一个阶段。然后在这种阶段中，大家要注意，发出小尖尖代表市场很强，但是在小尖尖的过程中，你要注意了，不要轻易的去追高，因为发出小尖尖的时候，代表它短期很强，短期很强的话呢，它往往就会震荡或者回调，你要选择在回调后低吸。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首先的话呢，你还是要判断一下大趋势啊。你由前面你买了以后呢，首先你确保大趋势是往上的，不会触发你的止损位。第二点，你开始确保黄线是往上的，对吧？或者说黄线在顶部，代表市场比较强。然后市场比较强呢，你的卖点要选在什么地方呢？卖点要选在小尖尖附近。就是出现小尖尖以后，如果市场变弱了，那就要注意了。代表这个否极泰来强度要发生转变了。例如这里出现小尖尖以后，市场开始震荡了，对吧？你要注意一下或者是这边出现小尖尖以后，市场开始回调了，你要注意趋势是不是走完了。包括这边也是，对吧？出现小尖尖以后，市场开始回调了，你要注意趋势是不是走完了，你要考虑是否要卖了。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强度判断。小尖尖来说，一般都是在阶段性的一个高位有的时候就算不跌，也会开始走一轮震荡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尤其是这边，对吧？有的时候它不跌，它也会开始走一个震荡。至少你不要在小尖尖去追对吧？尤其是这种下跌趋势碰到这种红色的下跌趋势，小尖尖就是你做空的地方。这个逻辑是一样的，趋势往上时，高点不一定是高点，但趋势往下时，高点肯定是高点，对吧？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把这个小尖尖都画出来，你可以看一下小尖尖之后，基本上要么是回调，要么是震荡。对吧？尤其是这个红色区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结合大帅 MACD 优化来使用。大帅 MACD 优化是考虑了成交量的，和基础的 MACD 系统不同，所以当它出现红色区域的时候呢，就代表是往下的，这种小尖尖你就得注意。好，然后除此之外呢，高位的话呢也有买点尤其是趋势上涨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只有最强的一段你才可以用高位的买点。什么是最强的一段呢？就是说大帅 MACD 是往上走的，这个叫最强的一段包括这一段往上走的才可以。如果往下走的话呢，不能这么用大家要注意。那么买点在哪里呢？买点在回调，对吧？跌到黄线之下就是买点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应来说呢，就是这两根线包括这一根线这种线可以作为一个买点使用。然后如果往下拐头就不能使用了给大家详细说一下，因为高位的买点是很讲究的，大家一定要听清楚首先，高位的买点，第一点，大趋势的强度要够，大帅 MACD 优化一定要是一直往上走的，白线在黄线之上，并且白线不能往下拐头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呢 ，RSI 系统的黄线也一定要是在这个很强的这个蓝色区域之上
或者说这个一定要是往上的，要么在往上，要么在蓝色区域之上啊。然后第3点呢，买点一买完以后，不能低于买点的这个最低点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例如刚才确认完以后，你选择在这根线买，那么接下来不能低于这根线的最低点，就要在这打止损啊。或者说你选择在这根线买啊，那么它不能低于这根线的最低点，这个线就是止损，对吧？你说你可以买完以后第2天涨起来总没问题啊。例如大家有的时候做小波段，对吧？你在这根线买了，没有低于这个线的最低点，然后等它发出尖尖你走，吃这一段是没问题的啊。或者你在这个线买了，在这个尖尖最低点设止损，然后第2天发出这个上箭头你走都是没问题的，但是强度一定不能低于最低点，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强度判断。如果低于最低点，就代表你买错了啊。因为我们看这一段也是，这一段我们看也是符合大趋势 MACD 优化往上的啊。然后黄线的话呢是往下的弱一点，但是逻辑是一样的，因为大趋势往上的话，小趋势有的时候会背离啊。假如这会儿你也想买，对吧？这里你看它跌下来了，你买了，那么接下来呢，这个位置就是最低点，它的最低点就是止损，你绝对不能低于这个最低点。然后你跑的位置在哪呢？在尖尖跑，你可以在这根线跑，对吧？把这中间的这一段利润吃完，也可以在这根线跑或者这个线跑，对吧？对应的是这个，把你的利润吃完。但是注意一定要跑啊！对，这种做短线的话一定要跑，除非这个绿线一直往上啊，你有大趋势一直往上，你可以考虑拿一拿。但是大帅建议大家不要这么做啊，因为到手的钱才是真的钱。而且对于大帅来说呢，我们可以杠杆开得高一点，这样的话呢，短线快速赚也是十分舒服的。然后刚才给大家说的呢，在下跌区间是不能做的，例如 MACD， 对吧？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是看大帅 MACD 优化，不是说的系统 MACD 啊。例如 MACD 是红线的，对吧？那么，这里跌下来了，你不要买，对吧？因为它是下跌区间。而且就算你买了，就会立刻触发止损，第2天给你砸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，除非这个趋势企稳了才可以买。例如到这边，白线重新站上黄线之上，趋势开始企稳了，那你会发现，我回调的时候买又对了，对吧？回调的时候这根 K 线买最低点正好是阶段性的低点，买对了啊，因为它大趋势开始扭转往上了，这种可以。所以大家可以自行的判断一下，不管怎么说，一定要市场的强度够啊，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方法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一定要市场的强度够。那么怎么判断强度呢？你就用大帅 RSI 系统来判断，一旦它回调之后，那个回调就必须是阶段性的最低点，这就叫强度够。是不是很简单很明了？所有买点、卖点、止损点、止盈点都给你完整的告诉你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大帅 RSI 系统很好用的一点，你把它结合大帅 MACD 优化来使用，你的胜率会很高，并且不管止盈、止损，包括趋势判断都有很明确的结果啊，不会有那种不明确的结果啊。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。然后有的时候市场很强的话呢，大家可以拿一拿趋势，对吧？利用这种绿线之上，然后又开始继续往上走的上涨趋势，对不对？它一直在这个顶部徘徊，那么它只要没有发出跌点信号前，你都可以继续看啊。这个大家自己通过实战来慢慢判断吧。其实你把大帅 RSI 系统又熟练了，你就能直接听懂大帅讲的这个核心了啊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大帅也在不断的优化自己的系统。使用的话呢，大家可以到 TradingView 上啊，然后找大帅的系统就行了。然后链接的话呢，我会发在下面，因为这个是私密的链接啊，我是设成私密的。也感谢大家订阅大帅的一个频道，这样的话呢，我每次更新系统或者优化系统，我也直接会在频道里提醒大家，你就去重新更新一下使用大帅优化了的系统。最后呢，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啊！大家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。
谢谢大家，我是交易大帅。